家暴究竟有多可怕？女人被丈夫殴打至凌晨5点，最终重伤身亡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女人和丈夫都受过高等教育，都有着体面的工作，可为啥悲剧还会发生呢？法院的审查官解释说，家暴在每个家庭都会发生，这取决于丈夫性格与妻子的态度。被殴打致死的女人叫红梅，丈夫叫金柱。在婚后10几年中，红梅频繁遭到丈夫家暴，可她最终都选择隐忍和原谅，最后才酿成悲剧。那么红梅的悲剧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故事发生在2016年4月，那天晚上，红梅的父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餐，这时孙子突然一脸慌张地跑来告诉他，妈妈出事了。等他跑到现场查看，女儿已经重伤身亡。根据后来的尸检报告，她口鼻溢血，胸腔肋骨被打断，甚至连子宫都被打得鼓起，死状相当惨烈。父亲悲痛欲绝，立马报了警。让人意外的是，金柱还处于醉酒状态，一直未曾离开现场。父亲哈斯生布尔立马认定施暴者就是女儿的丈夫金柱，因为这已经不是金柱第一次对女儿动手了。红梅生前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名优秀记者，她为人善良，才华出众，是工作上的佼佼者，深受同事与领导的赞誉。与之相比，丈夫金柱条件也不差，是当地质检局的公务员，两人自由恋爱到结婚，按常理本该是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，但实际上金柱脾气暴躁，敏感多疑，还爱喝酒与赌博。婚后这些恶习愈发凸显，经常赌博而输掉大半家产。而红梅天生漂亮，收入还常常超过她，所以她怀疑红梅有外遇。每次红梅在外应酬回来，金柱都会查她手机，稍有不如意就对她拳打脚踢。结婚第1年，红梅就被家暴了5次，可她碍于面子没有跟家人说。直到2001年，她怀孕3个月后被金柱殴打至流产，这时家人才知道她被家暴，家人还帮红梅把金柱告上法庭，但金柱却以种种理由逃避出庭，他反而去找红梅道歉，跪地求原谅。红梅天生心软，就原谅了他。然而红梅的妥协并未换来和平，而是变本加厉。2013年10月，红梅再次遭金柱更为残忍的暴力行为，直接导致枕骨粉碎、凹陷性骨折，在医院躺了2-3个月。出院后，她坚决起诉离婚，并开始与金柱分居。然而1年后，红梅再次被金柱的软磨硬泡所动摇，选择了复合。因为考虑到孩子，父亲深知金柱的恶习，是屡教不改的家暴者，他极力劝说女儿离开金柱，但是女儿不听，一再选择相信丈夫金柱。对于女儿的选择，他这个做父亲的也很无奈，所以他只能尝试帮助女儿修复家庭矛盾。为了帮助女儿，他们老两口也是煞费苦心，一个劝金柱要相信女儿，不要过多猜忌，一个经常给他们小两口送饭，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。可惜老两口还是低估了家暴的严重性，以至于酿成如今的悲剧。看到女儿悲惨离世，父亲哈斯生布尔悔不当初，可现在也于事无补，所以他只能为女儿讨个公道。然而在法庭上，金柱却试图以酒后失忆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。鄂尔多斯的民警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他们从红梅的朋友处了解到，事发当天下午，红梅和朋友在外面吃饭，这期间金柱不满红梅在外应酬，多次打电话催促红梅回家，到了晚上11点还不见红梅回去，这使得金柱怒火中烧，他干脆开着车出去寻找。然而刚出小区门口，就见红梅从出租车下来，他怒不可遏，冲上去就对红梅拳打脚踢。当时两人的儿子也在现场，这场打4到5分钟的殴打让儿子倍感煎熬，所以印象深刻。随后回到家，他们还因为这事持续争吵，金柱对红梅又是新一轮的殴打，一直殴打红梅到凌晨5点，红梅被打得奄奄一息，连周围的邻居都听到了红梅的呻吟。第二天只能跟单位请假没去上班，到了下午5点，红梅重伤去世。根据公安司法中心鉴定，红梅是因为头部多次受到打击，导致颅内出血死亡。尽管金柱否认自己打死红梅，可是有邻居和孩子的指证，还有行车记录仪都表明金柱就是施暴人。开庭时，法庭已经有了完整的证据链，足以证明金柱的罪行，可是金柱依然百般推卸罪行。他一夸张就扯，孩子小的，你让别人就是拿自己妻子的生命看着。与此同时，金柱的辩护律师也用家庭矛盾为金柱开脱。然而随着我国刑法的逐渐完善，这一类辩论根本没用。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的案件意见中，明确规定家庭暴力就是社会暴力和犯罪，而因酗酒导致的家庭暴力的可以从重处罚。而金柱酗酒后实施暴力行为，手段还残忍，已经属于情节严重的恶劣犯罪，因此法院依法判处了金柱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金柱不服一审判决，以精神障碍为由提起上诉，要求法院从轻处罚。然而经过法院审查，金柱根本没有精神障碍，家族中也没有精神病史，所以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这一结果出来，红梅的父母也可以放心了。可无论结果如何大快人心，悲剧也无法挽回。2个老人失去女儿，1个孩子失去母亲，差不多成了孤儿。
最令人痛心的是，这样的悲剧本可以避免，如果当初红梅再坚决一点，就不会白白丢掉性命。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家庭像红梅一样顾忌太多，最终选择隐忍呢？红梅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家暴的可怕之处。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、有了体面工作的女性，却在家暴的阴影下生活了10几年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我们需要正视家暴问题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家暴的发生。一旦我们受到家暴，我们一定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和尊严，让家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，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心软原谅家暴者，一时心软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。那么您对此又是怎么看呢？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